大家好，我是 Galen， 欢迎收看eSports 专业喷射系统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为各位介绍一下，当你去做一个改缸的动作之后，用全取代电脑去调整你的喷油、点火，甚至说 O2 开闭回路，让你的引擎的性能可以彻底的发挥出来。我们为什么要改缸呢？我们都知道改缸它其实是动力你要提升的话，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方式，它比你去改一些什么传动啊、排气管啊，甚至说什么空滤啊、高流量的空滤，这个的话，其实最直接有效还是要改缸。一般人可能会有一个观念说 ，OK， 你去改缸的话，是不是你的引擎寿命就会缩短，很快就是引擎就挂掉？在以前那种资讯不是很流通的时代的话，可能很多车行还是用化油器的改装方式来改装你的喷射引擎啊，这个其实很有可能会让你的引擎很快就挂掉。你如果说有照正常的那种用全取代电脑去调整你的喷油、点火，甚至你的 O2 开闭回路的话，你去保持你的不稀薄燃烧啊，不让它高温，然后甚至说你适当的去退你的点火角不爆震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你的引擎寿命其实是可以非常的久的。另外，你动力提升的话，你改缸的话，排气量已经先提升了，然后另外再加上你的压缩比的话，原本从这颗引擎9点多提升到12点多，那其实动力又加成上去，所以它有可能你的动力提升的效果有可能达到40%、50%，这个都是有可能的。另外的话，你改缸的话，其实还会带来省油的效果，因为我们都知道。当你排气量比较大的时候，中低速扭力的时候，它其实提升蛮多的。你不需要像改传动车要拉到很高的转速，所以呢，你整个改完缸后，你的引擎其实是运作在比较经济省油那个区域。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会带来蛮多省油的效果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它带来的好处就是耐用。我们都知道。你改缸车的话，它其实如果说运转在比较低的那种转速区域的话，你的不用像以前那种改传动车，你的引擎要拉得非常高，这样对你的活塞啊、活塞环甚至气缸的磨耗，其实都是带来非常正面的那种效益。可以甚至说现在的套件的话，其实都相当成熟，而且活塞环都加厚到1mm，这么厚的那种活塞环的话，其实对你整个司机有什么那些都改善蛮多的。这台车的话 ，VZR 125，它的引擎代号的话是 SE24，其实跟之前的 VZR 10、SE22，它其实引擎并不怎么接近，它反而是跟雷霆系列的 SR25、SR30那个战斧引擎的话，它其实是比较接近的。所以你去买你的引擎套件的时候，其实你要去找 G5、G6，甚至雷霆的套件来装你的这一台 VZR。这样才是会比较合适的。这台车引擎上面的话，我们已经改了这个套件组。这个套件的话，它其实是 G5125在用的，我们直接就把它改成61缸。注意它的那种外径的话，它是64，然后它其实是可以直上，不用去车它的曲轴颈，直接套上去就可以直接安装。另外有一个要比较注意的话，是它的活塞的销。那一个的话，它是14mm的，就是光阳的引擎的话，它连125它就有分14mm或者15mm，然后 VZR 这一台的话，它其实是14mm的。你去买的时候不要买错了。我们改成61缸之后，它其实缸径是61，然后它的行程的话是53，这样换算起来，它的排气量是155cc。它的压缩比的话，是从之前的大概9.7。我们稍微去计算一下，其实大概稍微提升到12.1那附近，这个其实对整个引擎的性能的提升其实是蛮理想的。这个引擎的话，它已经换装好61缸的套件组。这个的话，安装过程那个其实我们就不特别去拍影片，那个其实网络上蛮多影片可以去教你怎么去做拆装引擎。这个的话，我们改成61缸155cc，其实你的喷油嘴都可以直接留用原厂的，因为我们的电脑的话，它其实可以从-100%到正100%的去增减你的燃油，所以原厂的喷油嘴，它其实你要是可以这样去调整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对应到改缸180cc，都不需要去更换，可以直接留用原厂的喷油嘴。这台车除了套缸以外，你看它的排气管，其实我们还是维持原厂管低调的这种形式。另外的话，它的传动的话，
我们也是用原厂的传动，我们就是不去做改装，我们只做调整而已。在做燃油跟点火的初始设定之前，其实我们可以透过 Excel 去做一些基本的计算，然后去计算说 ，OK， 你的燃油啊跟点火大概要设定多少度。我们透过这个 Excel 的表格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把一些基本的数据把它输入进去。我们这一台原车是 VJR125，节流发体是26mm， 排气量这个其实你可以去把它计算出来。例如说你这一台车它的缸径，绿色这个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去输入，它的缸径是54mm， 然后行程是53mm， 然后原厂的压缩比是9.7。你把这3个数据输入完之后，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边 ，OK， 它的排气量它其实就会自动计算出来，它是121.4 cc。然后有一个东西是燃烧室的容积，这个的话是你在做压缩比的计算的时候，其实是蛮重要的数据。然后下面这一行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改缸车，我们把它做一个单套61缸的话。我们也是把这些数据把它输入进去，在这边的话，你的缸径已经变成61缸了，所以我们输入61，然后行程是不变的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，你输入完之后，黄色的地方它就自动帮你计算出来，它是会变成155cc， 然后你这边。这个橘色这个的话，就是缸头没有去特别去挖，然后甚至说你的活塞组装起来之后，它其实跟你的气缸的高度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大概就那种平顶的活塞，所以我们燃烧室容积就会跟原车一样，就是14cc。然后它推估出来的压缩比的话，其实会变成12.1。这边的话，我们看到它的排气量就是跟原本的121cc 这样。增加的话大概有28%。当我们在做你初始的燃油设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多乘以1.5倍，所以大概变成41%。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把它输入到我们燃油的初始，把它输入41%。这台车的话，我们已经把蓝牙移到前面的龙头那边了，所以它的诊断器接出来之后，我们接了一条讯号隔离线，然后沿着车身的车台一直拉到前面的龙头这边。我们已经把蓝牙放到龙头里面去了。龙头这边手机架上面的话，其实就可以直接跟蓝牙做一个连接沟通。OK，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做它的燃油点火的设定。我们打开我们的 App 之后，我们做一个连接蓝牙的动作。你电门打开，然后因为之前已经扫描过。它的蓝牙的序号，所以呢，我们第2次连接的话，就直接连接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进入电脑调整这一个，然后我们选择引擎转速、气管压力，还有 O2 电压。然后我们再选择引擎的温度，还有 ABB 的开关。选择 OK 之后。然后之前我们已经有用 Excel 去计算说，我们改成61缸之后，它的排气量是增加了27%，所以我们燃油的话，再多乘以1.5倍的话，大概就是增加41，所以我们把它增加到41。OK， 我们把它设定到41。设定完之后，你可以先把它长按记忆值1，超过1秒钟，它其实就储存到你的手机里面。这时候你再按传送到 ECU。出现 OK 的话，就表示说现在已经把手机里面的设定值传送到电脑那边去了。接下来我们把画面往左边滑，它开始来设定它的点火提前角。因为这个我们也去计算说，它改成61缸之后，它的压缩比其实提高到大概12.1，所以我们其实要退点火角来避免爆震。所以我们从这边的话就可以退大概4度。OK， 我们也把它退到4度之后，一样也是把它长按记忆值1储存到手机里面，然后再按传送到 ECU。OK， 然后再往左边滑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调整 O2 的作动范围。一开始的话，其实我们都先把它设定成开回路，就把它设定到100% 的话就是开回路。OK， 我们把它设定到100% 之后，一样也是把它储存起来，然后再按传送，然后再往左边滑的话，这个
是可变进排气阀门的调整。然后 BJR 这一台车的话，它其实没有这个装置，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设定。全部设定完之后，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发动引擎了。OK， 它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发动起来，因为我们的燃油其实加了41%，它其实跟它的排气量所增加的大概其实都差不多，所以它引擎就可以很顺利的发动起来。然后这时候你看它的 ABB 的开度，它现在是开在70多度的曲轴角。这个的话，先发起来转速太低，或者说它这个 ABB 的开度开到100多的话，冷车的话是很正常。如果说你到热车以后开这么大的话，这时候你就有需要去调整你的节流阀体的上面的旁通空气螺丝。一般热车以后，我们是希望它把它调在大概60度附近。目前的引擎温度大概只有40几度，要调整的话，其实要等到引擎超过100度之后，就是引擎完全热车以后，这样来调才是比较准确的。O2 电压的话，没有降到1伏以下的话，它其实还没有达到它的正常工作温度，要降到1伏以下才是达到它的正常工作温度。OK， 现在引擎温度已经到103度了，然后我们看到它的 O2 电压的话，它其实在0.1几到1点多伏那边跳动的话，这个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切回闭回路，就是在你这2500转这边，我们把它设成0的话，它其实就跑到闭回路。我们还看另外一个叫闭回路的燃油修正量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刚刚这里面没有叫出来，我们再跳回去，然后再到电脑调整里面，这一个 OK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闭回路燃油修正量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是设开回路，所以看到目前都是0%。这时候你把它切到 O2 作动范围调整这边，我们已经设定好了，就是在2500这一个的话是已经设成0。我们把它传送到 ECU 之后，它其实就跳回闭回路这边。你可以注意看它的闭回路燃油修正量，其实已经开始做修正了。所谓闭回路的话，就是电脑它会自动把你的空含比修回14.7。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话，它的闭回路燃油修正量在4%、5%那个地方。比方说，我们原来设的41% 的话，其实是还不够的。所以我们还要再多增加燃油。一般我们是希望在怠速的时候，它其实可以修在-5%到-10%之间，所以我们再去增加它的燃油。我们把它多加个10%，我们一样把它储存起来之后，然后再传送到 ECU 去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闭回路燃油修正已经变成-1到-2之间。这个的话其实还不是太够，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增加，把它设定到58的话，我们把它传送出去之后，它大概修在-5到-6之间。一般来讲的话，它的燃油修正量大概6.5%、7% 的话，大概一个空含比。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把它调在-5到-10之间的话，就表示说它的空含比其实大概比14.7多增浓一个空含比，所以大概会在13.5、13.7那附近，那个其实是最理想的。目前加了58% 的话，它其实在-5、-6，我们其实还可以稍微再多增加一点。我们把它加到63，把它传送出去之后 ，OK， 它目前的话，其实在-7、-8之间，这个其实目前看起来其实是蛮理想的。然后你注意看它的 O2 电压，其实在0到1之间，在上下一直跳动。如果说我们今天再把它切回开回路的话，这个的话，我们再把它恢复成100，我们切回开回路的话。注意看它的 O2 闭回路修正量是0，然后它的电压是在1.0、0.9几那附近。我们现在在怠速这边设了多增加了63% 的燃油，然后在
它附近的格点的话，在6000转，还有油门开入30% 这个地方，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增加点油，等于说让它可以有一个那种比较渐增上去的，所以我们大概把它加到41跟63的中间，差不多50那附近。我们把它设到53。设完之后，一样把它储存起来。然后这些格点的话，其实你要实际上路上跑的话，然后去把资料录下来之后，回来再把它的数据把它调出来看，看它的你在6000转，还有在8000转，甚至你在油门开入30或者70全油门那个地方，然后去看它的 O2 的电压值，看是在多少。我们一般是希望把它调在0.9伏那附近，这样子的话，它的空含比大概是在12.5，这个其实会是最理想的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会实际上路去骑乘，然后去把资料录下来之后，回来我们再把它调出来看，看我们设定的恰不恰当，需不需要做一些修正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实际上路进行道路测试。它的目的的话，就是我们去看说，在各种不同的车速状况的时候，还有油门开度，你设定的空含比，就是你增加的油量到底正不正确？这个的话，我们可以透过道路测试，把资料录下来之后，回去做一些分析，可以去看说你的 O2 电压到底有没有调在0.9伏那附近，也就是空含比12.5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去依据 O2 电压的高低，然后再去增减你的油量。顺便确认一下说，当你在大吹油门还有全油门的时候，有没有爆震？就是说你设定的点火角会不会太过提前？如果有的话，你要把它退到没有爆震为止。OK， 现在我们就开始进行测试。你要测试的话，我们把它进入诊断与记录这个画面，然后点选折线图。这时候其实你随便点选前面5个，因为我们这个记录的时候，它是一次录下60几个参数，所以也不用限制说你一开始选的有没有选到你要看的参数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测试了。然后你测试的时候，尽量你的油门维持一定的速度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回去分析的时候比较容易分析。因为你加减油门的时候，其实还有加油补偿跟减速的补偿。比如说我们车速把它定在50的地方，持续个几秒钟，然后加到60的时候，也持续个几秒钟。然后你看到油门开度在30的时候，我们就持续把它拉到高速。我们可以做一个全油门的动作，去看一下在高速那边的空含比的状况。目前是听起来都很好，你在大吹油门还有全油门的时候，没有听到爆震的声音。你做完一段测试之后，你就可以按停止记录。这时候你刚刚录下来的资料，其实已经存到手机里面。它其实现在也可以及时的去看说现在的
它的一些资料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 O2 电压。当我们在骑乘过程中，我们是希望把它的空含比调在12.5那附近，也就是你的 O2 电压大概在0.9那附近。如果说在0.8、0.9，那其实空含比在13.5到12.5之间的话，那个其实都是很 OK 的。所以看起来目前设定的值，它在全油门的时候在0.82，其实看起来还 OK。当然，你可以再稍微让它加浓一点油，让它跑在大概12.5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希望把它O2 电压修在0.9附近的话，那其实会是最理想的。所以我们再回来电脑调整这边，我们在这个区域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还需要多加一些油，所以我们大概加个6% 的油，所以加到47。原则上的话，大概附近的区域都让它设成一样的话，那个其实会是比较好的。OK， 设完之后一样，我们也是把它先把它储存到记忆值1去，然后再传送到 ECU。OK， 这样子的话，你又已经传送出去，我们可以再继续下一趟的测试，一样也是把它从诊断与记录这边。然后随便点几个 ，OK， 我们继续进行测试。我们大概重复这个几个动作的话，就是说你去做一段测试，回来再修改，然后看它的结果，然后去做一些修正。这一集内容的话，我们为各位介绍了单套61缸的话，你要怎么去调整你的全取代电脑，调整它的喷油、点火，还有甚至 O2 的开闭回路。我们也跟各位介绍，你可以用一个 Excel 的计算公式，然后去计算说你的油量应该增加多少，甚至说你的压缩比可能初估一下大概是多少，你就可以去调整说你的燃油大概初调要多少，然后点火角要退多少度。之后的话，你就再上路去细调，去调整说让你的空含比是不是可以调在12.5那附近，然后甚至你在大吹油门啊、全油门那时候看有没有爆震，有没有需要去退点火角。现在的气缸套件组的话，其实产品都很成熟，而且价格其实还蛮便宜的，大概1-2千块其实都可以买到相当好的产品。这样的东西的话，其实你把它装到车子上面，然后再去搭配你的全取代电脑，可以去调整它的喷油点火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我相信各位你去做调整的话，应该是还蛮简单的。另外，你调整的原则的话，就是不稀薄燃烧，然后不爆震，我相信你的引擎寿命都可以非常的长久。这一台车子单套61缸的话，其实它在起步啊、加速各方面，其实都可以打趴路上90%的车子，所以你把它拿来当做你的代步的工具的话，其实是相当的合适。而且我们这台车的话，它其实你的传动啊，甚至还有你的空滤，甚至排气气管，其实都是维持原厂的状态，所以它整个零件的磨耗，甚至说油耗的经济性，其实都还蛮相当不错的。下一集的话，我们会为各位来介绍这台车的话，目前除了单套61缸以外，其他的东西周边我们其实都是维持原厂的状态。可是有些人说油价很便宜，我想要那种让它更会跑一点，所以我们就去改一个高凸，甚至说把它的变速箱的齿轮，我们再换一个其他的齿轮去托齿，然后跑高速。这个我们在下一集会为各位来介绍，你要怎么去调整你的全取代电脑。